英语学习系列如何精通英文情态介系词？欢迎回到我们的深度解析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超级实用，能让你的英文瞬间听起来倒地10倍的秘密武器，也就是所谓的情态介系词。你是不是也常常在开口说英文的时候，脑袋里突然卡住，犹豫到底该用 by、with 还是 without 呢？别担心，这份解析绝对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准备好让文法功力大跃进了吗？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在碰那些硬邦邦的文法规则之前，我们先来想象一下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事。你平常是怎么去上学或是上班的？搭公车、搭捷运还是自己开车？那当你拿着笔写字的时候，你是用钢笔还是铅笔呢？你看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描述自己是如何做一件事情的。要把这些生活细节精准地用英文表达出来，情态介系词就是你的最佳帮手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重点。我们会先帮大家建立如何的文法观念，接着带你精通 by、with 还有 without 的用法，当然还要帮你避开那些大家最常踩的文法陷阱。最后呢，我们准备了一个超快速的实际演练，马上验证你的学习成果。第一部分，如何的文法。在搞懂怎么用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字到底在句子里扮演什么角色。说穿了，情态介系词就像是一个句子里的解答机，专门用来回答你是怎么办到的。当你想表达完成某个动作所用的方法、手段或是工具时，把它们搬出来准没错。他们的工作就是紧紧跟着动词做一个补充说明，让整个动作变得立体又具体。而且这里有一个铁律哦，这些字的后面通常都会接一个名词。接着来到第二块重点，我们要来精通 by 这个字。讲到方法的时候，它可是最常出场的大明星哦。当有人问你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啊的时候， by 绝对是你的首选。我们生活中最常用到的就是交通和通讯，比如说搭火车是 by train， 搭飞机是 by plane。到了现代，通讯和交易更是离不开它，像是用 email 寄送就是 by email， 刷信用卡就是 by credit card。简单明了， by 完美交代了你用的方法。不过呢，用 by 的时候有一个千万不能忘记的绝对规则。很多人会超顺口的在交通工具前面加个 a， 说成 by a bus， 这其实是错的哦。记住，用 by 表达交通方式的时候，后面直接接上单数名词就好，绝对不要加任何冠词，也不用复数。所以正确说法就是干净利落的 by bus。但凡事总有个例外，如果想表达走路的话，我们不说 by foot， 而是要说 on foot 哦。好了，第三部分，我们要来搞定 with 和 without， 把焦点从抽象的方法转移到具体的工具上。with 这个字超级好用，首先它强调的是你手里真真实实拿着的特定工具，像是用钢笔写字就是 with a pen， 用锋利的刀子切菜就是 with a sharp knife。但它厉害的地方不止这样，用来形容特征或情绪也很神哦。比如形容一个长发女孩，你可以说 a girl with long hair， 或者士兵们带着勇气奋战 fought with courage。with 一加进去，整个画面感是不是马上就出来了？如果 with 代表拥有和使用，那 without 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反义词，代表缺乏或是没有。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强烈的对比。当某人带着特征出现，我们会说 She greeted me with a smile， 她微笑着跟我打招呼。但如果你要说她毫无表情，就可以用 without， 变成 She looked at me without a smile。把这正反两面用熟，你说话的精准度绝对会大幅提升。第四部分，我们要来拆解大家最容易踩雷的文法陷阱咯。这个是很多学英文的人都会搞混的危险地带哦。这里真的非常有趣，大家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搞混代表方法的 by 跟代表实体工具的 with。比如说，你想表达他用钥匙开门，很多学生直觉会说 He opens the door by a key。但你想想，钥匙是一把实实在在你握在手里的工具，对吧？所以正确的说法必须是 with a key。
这个微小但是极度重要的差别，就是分辨你的英文到不到底的关键。说到这，再偷偷教大家一个进阶的高分秘诀，特别是在写被动语态的时候，在被动句里 by 跟 with 的分工非常明确， by 的后面要接做这个动作的人，也就是谁做的，而 with 后面要接的是这个人手里拿着的工具。举个例子，这封信是由约翰用钢笔写的，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John with a pen。 约翰是人，用 by， 钢笔是工具，用 with。 只要掌握这个逻辑，再复杂的句子你也绝对不会迷路。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啦，第5部分，实际演练。听了那么多，现在轮到你来大显身手，测验一下刚刚吸收的精华喽。来看看第一题，他搭飞机去日本， She goes to Japan， 空格 plan。 给你几秒钟在脑海里想一下答案，该填 by、with 还是 without 呢？没错，答案就是 by plane。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铁律吗？讲到交通工具的方法时，一律用 by， 而且后面绝对不加任何冠词。你答对了吗？接着看第二题，他用铅笔画画， He draws 空格 a pencil。 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a pencil 哦，你要选哪一个呢？这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答案是 with a pencil。 为什么？因为铅笔是一个你握在手上用来画画的具体工具，只要是摸得到的特定工具，毫不犹豫选 with 就对了。来到最后一题啦，没有音乐我活不下去， I can't live 空格 music。 这里要表达的是一种缺乏或没有的状态，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吧？完美，答案就是 without music。这个字超级精准地传达了缺乏某种条件的情境，跟 with 完全相反。如果你这3题都秒答出来，太棒了，你已经彻底抓住这些介系词的精髓了。在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，我们快速扫过这张终极作弊小抄。by 用来表示方法和交通方式，千万别加冠词。with 强调具体的工具或特征，后面接名词。而 without 就是 with 的反义词，表达缺乏，一样也是接名词。学会这些不只是为了在考试中拿高分，更是为了让你能充满自信，自然地用英文描述你的生活。那么下次当你想跟朋友炫耀今天学到的新东西时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呢？是 by text 传个讯息，还是 with a proud smile 带着骄傲的微笑去说呢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深度解析，我们下次见喽。